他们的进步是突飞猛进的飞快。所以这个研究告诉我们啊，在母语的学习上，先打好根基，你有好的词汇量、文法、流畅度跟发音，或者是社交的这个语用连结之后，你在第二个语言加进来，它的这个进步是特别的好。妈妈，我可以看电视吗？然后我就转变，我说可以，但是你要用越南语来问我。mẹ con được xem TV không？你讲的对，我听得懂，那你就可以去看。我就会说 được 或者 không，他就知道。姐姐，我可以，我们就可以看电视。Hello，收看本中心 YouTube 频道的观众，你们好啊！我是桃园市儿童发展通报转介中心的陈社工。那我们中心啊，主要是关心桃园市0到6岁儿童发展的单位。先前呢，我们都有透过脸书直播，邀请治疗师一同来讨论儿童发展。那这支影片的主题是母语和幼儿语言发展有没有关系？大家看到这支影片的主题，是不是有蛮多的好奇呀？那我们会拍这支影片的原因啊，其实一方面是期待能够参与我们的活动，还有透过这支影片，让新住民家长啊可以更了解家中幼儿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呢，也是希望能让大家看看不同国家的文化啊、育儿照顾的模式，然后以及我们自己国家或族群的语言是不是真的跟家中幼儿的语言发展有关系哦。所以啊，为了这个主题，我们邀请了2位来宾，一位啊是专业的语言治疗师好好老师，另一位是来自越南的清芳。接下来啊，就让我们来欢迎就是2位，然后请他们来自我介绍一下。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好好老师跟清芳来到我们的影片哦。那接下来我就要请好好老师先来介绍一下自己。Hello， 我是好好老师。担任语言治疗师大概有3年多的工作经验，过去啊也有跟伊甸基金会合作到马祖进行专团服务。那我现在目前的服务对象呢，主要是国际学校里面的学生，还有双语或者是新住民家庭的小朋友，然后帮助他们有更好的语言或者是学习能力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换清芳来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嗨，大家好，我是清芳。目前我是在桃园市蒲公英新移民服务协会担任里面的行政人员、会计以专案处理。除了这些工作之外，我还有协助协会里面担任统一工作一职。我们有协助很多新住民姐妹在规划国籍，然后生活上面有遇到困境的时候，发文件或者翻译文件部分都可以来我们协会寻找我们的协助。母语啊，是在各个国家或族群之间常使用主要或次要的语言。那有家长跟我们反映说，对于幼儿要学习1种以上的语言，会有较多的疑惑啊，也有一些担心。那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蛮好奇的，是不是真的会造成什么影响？所以啊，我们邀请了专业的语言治疗师来向大家说明母语及幼儿语言发展历程，在我们生活周遭是不是有哪些需要特别去留意的。在幼儿的语言发展的这个期间呢，我们有一些研究，他们发现小 baby 在4个月大的时候，他其实是可以接受很多很多的语言的资讯，简直就是国际语言通。但是随着小朋友的长大，到9个月左右的这个月龄的时候啊，我们的神经就会开始进行修剪。那针对一些不常用的、不敏感的，或者是接触很少的这些语言啊，幼儿就会慢慢的把它忘记。那获得增强的是什么？就是最常接受刺激的母语就会加深印象，留存在小朋友的大脑里面哦。那我们还有第2个理论跟研究，就是在美国的研究指出啊，有一些的孩子，他们出生之后，他们接触到的语言可能是西班牙语，那他们在语言母语上的学习呢，持续了很久一段时间，到6岁主流的教育读写教育进来之前，他们对于西班牙语的这个语言是非常的流畅，词汇上跟文法上都是跟正常的大人没两样的这种发展程度上，你让他在6岁之后再去接触到英语第2个语言的时候，他们的进步是突飞猛进的飞快。所以这个研究告诉我们啊，在母语的学习上，先打好根基，你有好的词汇量、文法、流畅度跟发音，或者是社交的这个语用连结之后，你在第2个语言加进来，它的这个进步是特别的好。
我曾经接触过双语家庭的案例，是有一个家庭，他的爸爸是台湾人，妈妈是越南人。那他们家呢是在山上种水果的。那这个小朋友啊，他跟他的妹妹啊，在家从小一直到现在已经4、5岁了。这个妈妈呢跟我描述，她在家里啊，阿公阿嬷跟老公是不让她讲越南语的，所以她久而久之，她也在家里不会主动跟小朋友讲越南语。那这个小朋友的发展，我就会觉得很可惜，因为跟他相处最长时间的其实是妈妈，那妹妹也是长时间的跟妈妈相处，可是他们只有接触到中文这一个语言而已，他们没有接触到越南语这个语言。对妈妈来讲，文化上的传承可能有点困难之外，对小朋友来讲，他们也错失了一个大量接触母语的机会。以上啊，经过好好老师专业又生活化的分享，是不是对于母语及幼儿语言发展之间的关系有更多的了解呢？接下来啊，我来帮大家总结复习一下吧。那现在目前在我旁边呢，是我们邀请的家长青芳。那 Hello， 那接下来啊，就是想要请青芳来分享一下，就是她目前在台湾的一个照顾的历程。想说目前青芳来台湾几年了？想说也请你来简单介绍一下。嗨，大家好，我是青芳，来自越南。我来台湾已经9年，目前有2个小朋友，都是女生，然后一个9岁，还有一个6岁。那青芳，我很好奇耶，那台湾跟越南之间，我们在照顾小朋友的环境上，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像我们在越南，就是我们小朋友啊，就是都会围在一起玩，然后我们可以去捡，因为那时候我小的时候住在乡下，然后我们会捡一下树叶啊，然后就是变成钱，我这边去卖东西，然后拿罐头去煮，然后做一下壁虎再去煮，就是很多种自己创造的游戏一起玩，就是很有童年的感觉。但是台湾我觉得这边的小朋友的可以玩在一起的环境很少，几乎很少，他们几乎都待在家。像我的小朋友，我觉得他们很渴望找到朋友可以陪他们一起玩。所以可能在越南的时候，他们的同侪数量是比较多的啊，了解。那想要请问一下，在育儿观念上呢？在育儿观念上，像我们家庭是属于说，我们家庭跟我们家邻居的这边也是一样，因为大家早上大家父母都忙着去工作，然后我们小朋友都会有爸妈都会安排工作，或者是兄弟姐妹们自己在家里自己去安排家里怎么去整理打扫啊，都是会感觉有自己管理。但是这边的小朋友好像大家都讲好像是被宠坏，都是爸爸妈妈去做，然后小朋友很少去动手。所以像我现在照顾小朋友的时候，一直把自己调整过来，因为很说这个东西你们要自己去做。小朋友会说为什么你不帮我？因为我想说你们要练习，我没办法是跟着你们一辈子。对对对，希望他们可以在慢慢的治理，然后我也可以慢慢的放手。对。这个说来还蛮有道理的耶，因为在育儿观念上，我有遇过就是新住民的孩子，他们也很鼓励小朋友从很小的年纪，大概1岁出头，帮忙擦桌子、丢垃圾，很常把东西拿去丢，这其实蛮基础的自理，我觉得这个很棒哦，也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不一样。那青芳，我也很想要知道啊，在台湾有一些家长，他们是依赖祖父母来进行育儿的分担。那想问问看，在越南还有台湾，这个家庭成员的分工有没有不一样？其实像我们越南的时候，就年轻人都会去上班，小朋友比较小的话也是会靠祖父母、外公外婆们帮忙照顾。对，但是因为外公外婆、爷爷奶奶他们也有他们的生活，所以我们还是会从小我们越南大概1岁半就可以带他去幼稚园。对，然后我们就会建议说带他们过去，不然的话其实一直让祖父母他们照顾我们就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像台湾这边也是很多都是由祖父母照顾，我觉得像我们这边或者很多我所认识的新住民姐妹们，他们的小朋友都是由爷爷奶奶帮忙照顾的，他们真的很细心，比妈妈还细心。还有
有一个啊，就是在照顾小朋友的时间上面，因为最近就常常看到啊，我们的新闻上面有写说有一些爸爸妈妈需要加班，所以呢，幼儿园他们托育的时间又要再加长。但是我很想要知道说，在越南还有台湾，家长直接跟孩子互动的时间长短有不一样吗？因为我发现这一点，因为前一阵子我跟一位越南阿姨，她是来这边探亲，然后她知道我最近工作量比较多，然后她说，你怎么工作接这么多，然后有时间陪小孩吗？然后我说我接比较晚班，我都会安排时间，对，所以我为什么会安排晚班？因为晚班就是小朋友开始睡觉，我就开始工作，然后我还有剩余的时间，我可以陪我小孩，对。那她就说，台湾还好这样子，但是越南的话，你想找更多的工作是没办法，所以几乎他们都是5点就是下班，然后他们多余的时间都是陪小孩，所以我觉得在越南陪小孩的时间会比这边我们陪小孩时间多，对，因为我们那边的工作时数会少，所以我觉得是在越南的时候，小朋友会跟家人会比较亲，对。了解。那在社会观念上面啊，可能越南的社会他们会觉得陪家人这件事情是更神圣、更高等级的吗？这个我们不可能归于在越南或者台湾，这个看看每个家庭，然后每个家长他们的观念是怎么样。像我们这边，可能每个家人的话，每个人的家庭状况不太一样，因为经济状况，然后他们逼不得已，然后加班，然后赚钱为了养家，所以陪伴的小孩的时间会变少，反而就是家境状况比较好的时候，他们工作时间会变少啊，所以他们带着小朋友的身边比较多，看看每个人的家庭状况怎么去调整他们的时间。其实时间是换来金钱，你要金钱还是要时间，就是看看自己去做选择。谢谢。那这边想要请问一下青芳，在家里使用母语的经验啊，就是我有知道有一些姐妹们，她们可能在洗澡的时候会跟孩子说站起来或是蹲下，都是使用母语来做指令的。那你在家里会用母语跟孩子说什么呢？对，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小朋友，其实他对妈妈的母语部分也不太喜欢，所以我们会找他的兴趣。像我们小朋友他很喜欢看电视，他常常会因为看电视时会来问我妈妈我可以看电视吗？然后我就转变，我说可以，但是你要用越南语来问我，mẹ con được xem TV không？ 你讲的对，我听得懂，那你就可以去看。我就会说được或者 không， 他就知道姐姐我可以，我们就可以看电视，然后 không 就我们不能看了。就这样对，我们会在家里，我们就从小朋友喜欢的部分，我们先了解小朋友他们喜欢什么，然后我们就用去找方法去教他们会比较好。去引诱他们这样子。那家里的成员啊，还有其他语言的使用者吗？像我们目前，就像我先生会一点点越南语，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有想秘密不想让小朋友知道的时候，然后我们都会使用越南语来沟通。对，尤其是说，小朋友，因为我们有时候就举办带小朋友去玩，但是偶尔突发状况，然后没办法去，很长，小朋友说妈妈你骗我，然后我听了这个我也很失落，我没有骗啊，但是突然发生状况我没办法去，所以之后我们想到一个办法，有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先不要小朋友知道，让他们有一个惊喜的时候，我们会使用越南语去沟通，可以也跟先生讨论好了，然后后来快到了再跟小朋友用中文跟小朋友说。对，还有像我们家里，像我会常跟我们越南那边妹妹或者妈妈聊天，我们也会使用越南语。然后他们外婆跟他们的阿姨都会常问他们，ăn cơm chưa？ 你们吃饭了吗？然后妹妹就会开始回答ăn cơm rồi， 然后她一反过来，她就会问，这样子慢慢让他们熟悉越南语，慢慢去学，对，跟着我们家人，就是越南那边的家人去学习。那现在我们就来问问好好老师，在学龄前的幼儿到底是不是可以学习双语？绝对是可以的。那其实因为会这样问，是因为现在目前在台湾社会，其实大家对于像学习双语这件事啊，其实会有点疑惑，会有一点担心。那想问问看老师啊，在这部分啊，是不是真的会有这些疑虑呢？其实啊，让我来告诉你学习双语的阻碍有2个。
其实啊，第一个就是你用不流利的语言去跟孩子交谈，那他可能在学习双语上就会有点掰开那个脚一跛一跛的。例如什么呢？例如啊，我本身是讲中文的，我要教导孩子讲英文，但是我的英文就是非常不流利，甚至还有台语的腔调。那这样子的教学的方式，对小朋友来说就是一个阻碍，他可能也学不好。第二个疑虑呢，是你把中文、英文或者是母语跟第二语言两个夹杂在一个句子里面，你没有让孩子有一个完整架构跟完整的语义，你反而是把拼拼凑凑两个语言拼在一起，那对他来讲，他的输入当然就不好，外语也会学不好，母语可能也会受到阻碍哦，这样子才会造成双语的劣势。那刚刚听好好老师这么说，那你有什么建议跟引导的技巧可以提供给我们的观众呢？现在啊，最主流的引导方式，几乎每一个语言治疗师都知道，就是有3个东西要固定。第一个是固定的对象，假如这个家庭里面爸爸是台湾人，妈妈是越南人，那我就知道对爸爸说中文，对妈妈说越南语，我有一个固定交谈的对象。第二个叫做时间，固定的时间。例如说，我要洗澡的时候，妈妈都会跟我说越南语，那我就可以在洗澡的这个时间点、这个情境上面去学习跟洗澡相关的词汇。那我吸收的也会更快。第3个就是场合，在什么场所要说什么语言。有一些小朋友他们可能会去双语的幼儿园、美语的幼儿园，那他知道进到幼儿园里面他就要讲英文，那放学回家的时候再切换回中文模式，有一个固定的场合，对他们来说学习语言也会进步的非常快哦。大家一定要帮我记得固定的对象、时间还有场合就可以了。原来如此。那其实在台湾啊，大家对于新住民这个标签的现象其实还是有的。那我想要问问看青芳，在台湾你有遇到这样的经验吗？或者有没有这样的状况，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其实我有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好几年前我在参加一个课程的时候，有一位老师上来跟我们分享，他说现在的发展迟缓的小孩，新住民的小孩会占比例比较多。对，当时我听到这个讯息，我就觉得有点生气。那的确，刚刚青芳讲的这样的状况啊，想问好好老师，目前这样的状况是真的会有这样的现象吗？还是说老师你有什么想法或建议可以跟大家说说看？其实啊，好好老师在录影之前啊，我是有看过一些资料的。那比较早期的20年前的资料，他们其实都会有这一些的研究的显示。但是我发现时代其实都有在改变，有在变化。而他们选取的这些样本，其实我们事后来看，它的一些研究内容都还是有可以改进的地方。那我会觉得说，刚才跟青芳稍微有聊到，有一些孩子他们会有语言比较落后于同侪的问题，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养育的过程当中不是长期居住在台湾，他们没有一个稳定的中文环境。对，那这个变音加进去之后，其实很多的台湾的老师，我们也可以去改变一下自己的刻板印象，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新移民的家庭的孩子都是高风险的语言迟缓的孩子哦。Hi, chào các chị em người Việt mình. Thì bây giờ mình có một vài câu hỏi muốn nói với các chị em. Tại vì nếu như mà mình đã qua đây đấy, nếu như mà trong quá trình mình sinh sống thì mình cố gắng mình sẽ dùng tiếng Việt, mình nói chuyện với con mình để con mình có thể là học thêm một cái ngôn ngữ mẹ đẻ của mình. Đừng có sợ, đừng có lo lắng, sợ người ta dị nghị này nọ. Và trong quá trình mình chăm sóc trẻ đấy, nếu như mà gặp bất kỳ khó khăn gì, hoặc là trong quá trình chăm sóc mình phát hiện con mình gặp vấn đề gì đấy mà mình không có rõ, mình cũng không biết là có sao hay không, thì mình cứ trực tiếp tìm những cái nơi mà có thể hỗ trợ mình. Như bên này thì các bạn nếu mà ở khu vực thành phố Đào Viên đấy, các bạn có thể liên hệ với兒童發展thông báo轉接中心là cái chỗ này các bạn nhé. Thì nếu mà các bạn không biết thì các bạn đến lúc đây các bạn có thể là nhờ người nhà hoặc chồng mình có thể là tìm các địa chỉ này ở đâu, và các bạn có thể liên hệ và tìm sự hỗ trợ của họ. 那刚刚听完青芳姐好好老师的分享，其实啊，幼儿是可以学习双语的哦。大家只要记得，同一位对象讲同一种语言，就不会造成孩子语言上的混淆哦。那如果是我们发展迟缓的孩子，会需要先评估孩子当下的发展状况。若孩子啊在语言的部分还是需要多加练习的，就会建议还是先学习主要的语言为主哦。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结尾咯，谢谢大家的观赏。
那看到这边代表说你已经完成活动的一半咯。接下来只要到我们的影片介绍栏点选我们的网址，我们的活动回馈问卷都有翻译成不同语言的版本，把问卷填写完并送出表单，就可以享有抽礼物的资格哦。大家赶紧来点选下方链接。